大家好，我是金洛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武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两个爸爸养娃记。我们之前录了2个关于代孕的视频。第一个视频呢，我们分享了代孕的流程，需要和10个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打交道，是一个非常漫长和复杂的过程。第二个视频呢，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代孕到底需要花多少钱。视频发出去以后呢，大家非常感兴趣，也提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是来自苏迈尔，他问：小孩出生是美国籍吗？是的，美国现在的政策还是小孩只要是在美国出生的，就自动拥有美国的国籍。所以我们的小孩也不例外。那第二个问题来自玛丽，她说代孕可以生双胞胎吗？这个是可以的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生双胞胎呢？是因为我们仔细的跟医生沟通过以后，医生认为做双胞胎的代孕风险是会明显的增加的。那我们考虑到本来代孕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复杂，而且也特别昂贵，那我们为了保险起见，就一个一个的生了。就是从医学角度，生双胞胎它的受精卵的移植的成功率，包括小孩正常出生的这个成功率都是会低一些，就双胞胎的小孩早产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。那下一个问题 Rita 问：同一批受精卵，我的理解是精子和卵子都是一个妈妈和爸爸吗？看你们其他视频，你们2个小孩的精子来自不同的爸爸，可以进一步解释吗？然后 Mel 也问：好奇问一下，2个娃是一个妈妈吗？那 biological father 2个人是怎么决定的？是一人一个吗？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回答这几个问题。这2个问题问得非常的细致，谢谢我们的观众。首先，的确这2个娃呢，他的 biological mother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人，也就是同一个捐卵者。然后我们最开始获得这一批捐卵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分成2个部分呢，大概是1/3和2/3。然后1/3呢，就和金鹿的精子进行了那个受精，然后2/2呢，就和我的精子进行了受精。因为我们当时说想要先生我们这个我的 biological 小孩，那个时候呢就希望保证那个成功率，所以就以2/2的那个卵子和我的精子进行了混合所以呢这2个小孩他们是属于 half brother， 有同一个 biological mother， 但是是不同的 biological father。对。然后呢 biological father 呢，就是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文武。对。那下一个问题，关 Wang 他问：所以你们2个小孩的亲生母亲是一个人，代母也是同一个吗？感觉你们2个选择挺好的，让孩子有血缘关系。那关于 biological mother 这部分我们已经回答了，那关于代母这部分我们解答一下。OK，是的，这2个小孩呢，他们是来自于同一个 biological mother， 但是代母呢却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说要是同一个代母就好了，但是 unfortunately it didn't work out， 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代母来生2个不同的小孩。然后从流程或者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呢，这个捐卵和代母通常都不会是同一个人，捐卵人一般也不会做代孕，一般代孕的话也不会去捐卵，即使做的话他也会分开做，不会给同一个家庭来做。所以说这个捐卵和代孕都是由不同的女性来提供帮助。当然就我们2个小孩呢，理论上可以用同一个代母，但是像文武所说的，我们最终没有能够实现，所以我们就使用了2个不同的代母来帮我们生娃。所以从总体上来讲，那有3个女性帮助我们实现了生小孩的梦想，就是有一个提供捐卵，有2个代母，
是的， 3个不同的女性，我们也是非常感激她们。是的。还是这个官王，他问，另外好奇，如果在管孩子上有意见分歧的时候，会以 biological 那位的观点为优先考虑吗？毕竟许多时候管孩子的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。我们其实呢，并没有去区分说，哪个是哪个的父亲，我们俩都是统一战线，一同教育我们的小孩。我们有什么分歧，我们也是在大人之间先沟通好了，然后再去执行。对，我们2个孩子是完全平等对待的，从来都不会想说哪个是亲生的，哪个不是亲生的。就像有一些家庭可能会领养一些孩子嘛，对吧？那你理想的情况下，你还是要同等对待的。所以我们对2个孩子是完全平等的。是的。那下一个问题，金鹿文武你们好，非常佩服你们和喜欢你们的视频。最近我也在考虑代孕，除了巨额的代孕费之外，我很担心会遇到代孕中介骗钱的事情。请问如果是在一家美国普通营业的代孕机构，会存在拿钱不做事的情况吗？谢谢。这个问题还是金鹿来回答吧，涉及到这种具体的事物的时候，我就不怎么了解了。因为当初和10个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打交道的时候，基本都是我去参与的。然后呢，需要商量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，我会和文武一起来商量。然后需要去诊所呀，需要去具体的地方和代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起去的。那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应该不用担心吧，应该在美国正规的机构、正规注册的机构，那他们那都是会正规办事的。这是我的个人的理解啊。那当然有不同的这个代孕机构，它的流程会不一样。有一些像我们选择的这个代孕中介，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代母的所谓的 profile， 就是不同的代母的资料，他会发到给你。发给你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选。如果你选定了 OK， 你说我就要这个代母了，这个时候他才会给你收取他的中介费用。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代孕中介，他是说你需要先支付给他代孕中介，或者至少是一部分中介费用，他才会给你提供代母的资料， OK， 才可以开始这个选择。所以这理论上存在说你交了中介费，但是选不到代母的这种情况，那你可能也真的需要去信任他们。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先选代母再交中介费的这种中介。是的，而不是另外一种你先交中介费然后再选代母。下一个问题来自母门，非常喜欢你们的频道，我也即将代孕成为一名单身妈妈，看到这些信息真的很有帮助。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？孕母怀孕期间是否可以接触，比如去看看她？另外如何避免代母抽烟喝酒这些问题？期待回复，谢谢。这是一个非常实际，也是一个 valid concern。首先，当然是可以去看代母的。然后像我们的例子，我们2个代母，我们的私人关系都还算是比较融洽，也比较好。我们甚至请了代母到一家人到我们家来吃饭，也不止一次。然后我们也去看望代母啊，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啊，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多的。这个当然是看个人的，也许有个别的代母他不愿意，这个也有可能。但是我想绝大部分情况下，代母都还是会愿意和 intended parents 有一些 communication 的。然后关于说你怎么去防止代母的抽烟喝酒这些不良习惯，那这些东西呢，首先代孕中介在招聘代母的时候，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背景调查，就说你这个代母平时是不是喜欢抽烟喝酒。如果说你有这种习惯，他可能都不招这样的人来做代母了。当然就说你真的在代孕期间是否有这些不良习惯，是否健康饮食，那很大程度上要看自觉和信任了。对，那你不可能在代母家装个监控器，你去24小时监控他到底吃些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要靠信任。
其实做代母呢，也是一件非常要付出非常多的事情。对，比如说你不光是说要这个健康饮食啊，你还有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保护这个孩子，让他健康成长，还有说对他们夫妻的性生活也有一些要求，所以对，这些东西都要靠代母自己的去自觉。从我们的这个准父母方面来讲，就需要充分的信任他们。下一个问题来自魏国，选卵子的时候考虑主意的问题吗？这个首先肯定是可以考虑的。根据你捐卵者，他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啊，或者来自于不同的中介呀，各种各样的选择都有。你凡是能想得到的、见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，你都可以选择。那至于选择什么样的主意啊，那就取决于个人的喜好了。那当然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因素。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加州这一边，或者说在美国这一边吧，亚裔的捐卵者其实是相对比较贵的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亚裔的捐卵者很少，反而是美国这边本土的，还有一些墨西哥裔的，他们的捐卵很多，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会价格比较偏低一点。对，的确，那个捐卵的那些个人资料下面会提供非常详细的他们的一些背景，包括他的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知道可能白人会有一个大的统称，但其实它具体它是有一些来自欧洲的哪个国家，比如说这些德国、荷兰这些北欧、南欧，他会给你列得非常详细，甚至很多人都会有多个国家、多个欧洲国家的这些血统。对，它也会给你列出来。如果你个人有这样的偏好的话，你也可完全做一个相应的选择。是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有一组问题，这个静瑶流他问了好多问题，那我们一个一个回答吧。首先他说哪个孩子用哪个爸爸的精子怎么决定的，这个我们已经回答过了。然后说怎么决定要几个孩子，男孩女孩。那其实我们两个都挺喜欢小孩的，想多生几个小孩，但是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，而且代孕真的非常贵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生2个小孩。对，以后如果真的发大财了，那我们再考虑。那接下来呢，他又问代孕期间和代孕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，我们也回答了。然后又问孩子出生后他有没有不舍，有没有回访，就是在代孕中介招代母或给拜母做这些知识普及的时候，他都会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。这个代母啊，包括捐卵者，他都会做一个所谓的心理咨询，他会和心理咨询师聊，他会所有的预期和期待这边都是给他们讲得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会明明确确的告诉他们，这个小孩生下来将来不是你的小孩，这个所有的抚养权会归准父母，所以他会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预期，并且的话，代母其实在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出钱给他们做一次心理咨询，然后每个月都会聊一聊 OK 你这个生小孩会不会有一些近期会有一些孕期的一些不适啊，你这个思想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负担呢或担心呢？特别你可能小孩要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心理咨询你可能更能够起到作用，说啊我这个小孩马上就要出生了，但是马上又要离开我了，我最近这种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，这些心理咨询师都会帮助他们去解答这些问题。所以在孩子出生以后，他也会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期，小孩被我们带走，他们会有一个我觉得他们会很好的接纳这一点，而且之后就是出生以后，这个心理咨询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OK，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和心理咨询师聊这个问题的，来解决一些事情上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困难。那回访呢，就是说像文武说的，我们跟这2个代母呢关系也都非常好，特别是第2个代母，我们请他全家到家里面来吃饭，也看望我们家的女儿。那第一个代母呢，因为当初是疫情，所以联系不是特别方便，
所以呢跟第一个代母联系相对来讲少一点。对，在这个地方我其实想补充一点，就是我当然有一些 intended parents 代孕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觉得啊，我不想要跟这个代母有任何的瓜葛，小孩生出来以后，拜拜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们其实是非常想要保留这些 connection， 跟捐卵者的 connection， 跟代母的 connection， 然后小孩将来长大了以后呢，如果他们很好奇自己的生母啊、自己的代母啊相关的信息啊，那如果他们感兴趣，那我们其实也是非常的 support。对，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只身来到美国，对，然后没有很多的亲戚在这边，所以我们也希望有结识更多的人，然后有更多的联系，家庭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联系在美国这边。是的，其实代孕的话，我通过和中介啊、诊所啊他们了解，其实有很多的客户是从中国国内过来的，或者从其他国家过来的。他们来讲就是说，他们可能就取精啊或取卵的时候他们会过来一次，然后之后呢就是在很难中间可能就基本就不过来了，然后小孩出生的时候会过来把小孩带走。对，他们这些客户呢，那和这边的代母的联系就相对来讲会少，而且你可能小孩出生以后，那代母可能也就见不到小孩了。这样的客户其实也很多。那就像我刚才说的，那有这种心理咨询的支持，所以这些代母也会有一个正确的预期，做一个正确的处理和选择。对，然后之后说，两位妈妈对孩子长大后如果想跟他们联系的态度，那这个我们也对，我们就回答过了。对，然后孩子目前为止有没有发现自己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家庭的不同？我觉得应该还没有，因为孩子太小了。我们老大才刚刚前几天满3岁，我们的老二才3个月。我觉得可能等到他上幼儿园了，5、6岁了，也许他会开始慢慢的意识到，哎，我们家怎么是2个爸爸，跟其他家怎么不一样？现在我觉得还没有。其实幼儿园在这方面跟小孩的一些科普啊还挺早的，他会要求所有的家庭去提供一个所谓的 family book， 他会介绍这些自己的家庭，说我的家庭有1个爸爸1个妈妈，或者我的家庭有2个爸爸，或者说我的家里面有奶奶爷爷，甚至说我的家里有1条狗有1只猫，都会说会把这样的信息带到幼儿园，然后老师在跟小孩去聊的时候也都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一些信息。所以我个人来讲，感觉来讲应该 Ephraim 他也可能不会去深想，但是他已经知道说啊，我的家里面就有2个爸爸，我的朋友他家里面就有1个妈妈1个爸爸，另外一个朋友他家里面就有1个奶奶1个爸爸，就每个家庭都是不同的，他肯定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印象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那这个 M 问说可以问用谁的精子吗？还有雨竹问说小蝌蚪那个爸爸是谁？我觉得他们更想问的可能是哪一个孩子对应的哪一个亲生父亲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们就这里面就不做解答了。但其实当他们这小孩长大了的时候，其实在相貌上面其实很容易的去分辨。所以那这个问题也就留给大家吧，让大家自己去猜测Ephraim 的亲生父亲会是谁， Charlene 的亲生父亲会是谁，大家也可以留言去猜一下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就回答这么多问题了，谢谢大家的提问。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呢，欢迎继续提问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您订阅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